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铺这个地板的全过程。这个活算是整个露台改造的最大工程之一了。只算地板的话，材料钱花了将近2000，面积22个平方左右。这边是我前面已经铺的一部分，剩了一些材料。把这边砌水池子剩下的杂物清理干净，然后第一步就是开始打轮毂。打轮毂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利用这个水平仪找平，确定位置好后把这个标记做上。我发现这个玩意儿太好玩了。小白，你看这啥？等四周的点位都确定好以后，就可以把轮毂一根根固定了。这个工序太费时间了，等我把全部轮毂都做完，还没来得及铺地板，天已经变了。然后就有了大家前2天看到的那场大雪，施工被迫暂停。毕竟是秋天的雪，天一晴说话就化了，抓紧时间接着干。期间我又去了一趟建材市场，买了几捆板子，又是从1楼扛到7楼，简直了！啊，累死了！把这些板子从6楼扛上来，把我累死了。休息会儿。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这个视频，也想买个带露台的房子，我劝大家一定要买一个带电梯的，或者请人做也可以。但是那样好像就少了很多乐趣。我这个露台已经搞了大半年了，你看现在才开始铺地板，但是对比一开始，露台已经有了天壤之别，大的改造已经初步成型，剩下就是慢慢完善了。这也全是靠我周末或下班时间干的，所以经常会干得很晚。其实就算时间没有用到这方面，也会被追剧啊、刷手机耗费掉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想法，一定要行动起来，慢慢去做，总会看到成效。地面改造基本完成，露台改造又进一步，等看哪天风和日丽，再刷个漆，涂个木蜡油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小白，快来感受一下。对了，你知不知道原来的铺的瓷砖也挺好的，我为啥还要改成木地板？评论区告诉你哦。有细心的粉丝发现我前面铺地板的时候还固定了4根柱子，做了个框架。今天我就接着这4根柱子搭个葡萄架，不过你也可以叫它花架。先上材料，再准备个梯子，这个也算是高工作业，待会儿你就知道有多危险了。我发现自从我改造这个露台以来，总结出了很多笨办法，但是特别好用。比如干之前先比划个大概，统一间距，不一定又要用尺子，也可以用一个小木块。像今天这个横梁，按道理应该先把它放到上面，然后再一根根固定。但是呢，我一个人不好操作，就先在下面把它整体完成，然后我再整个把它放上去。不过改造这件事儿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很多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怎么感觉这玩意儿越来越像一个梯子？没想到是这家伙还挺重，害我差点没翻车，滑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迈着魔鬼的步伐，小心翼翼地架了上去，总算舒了一口气。后面的就难不倒我了。量一下距离，要计算一下间距，把这个横梁一根根倒腾上去，然后一一用螺丝固定。今天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真的很给力，这个天就应该坐在露台花园的摇椅上，喝着茶，抱着猫，撸着狗，那真是太惬意了。如果早一点把露台收拾好，这个应该不难实现吧。我看抖音上很多人改造院子，让人羡慕的不得了。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，有个院子未免太难实现。但在城市有露台的人要有很多，所以我们不如搞个空中花园，一样拥有田园生活。迎着初冬的夕阳，吹着秋天的晚风，我又完成了一件大工程。比起铺地板、砌花池，这个算是很简单的了，但是很出效果哦，立马让整个露台有了层次感。这个葡萄架的成本是860块钱，要是请别人做，怎么着你也得上2000了吧？哎呀，我真是觉得我太棒了，足不出户就赚了1000多块钱。小白，快走，快跟我一起嗨起来！对，前面铺地板的时候，下水道这一块空间我没有铺，一个是材料不够了，还有一个就是想着做一个活动的地板，这样可以随时方便检查下水道的实用性。今天我想着干脆在这做一个可供狗狗方便的地方，因为下面就是下水道，这样水一冲也就没了，也不会产生异味。但这个地方是整个露台的中心，美观也必须放在第一，所以我打算做一个下沉的地板，上面铺上黑色有花石，和旁边的白色花池也有个对比。
两块玻璃是我前面装修房子，我那个旧楼梯拆下来的，正好没处用，现在给这个池子铺上脏踏不实用。到目前为止，整个露台的改造还是按照现代简约风格进行的，色调还是以黑白灰为主，搭配后面的流水墙，相得益彰。这样整个铺好既不影响下水，也和后面的流水墙有一个过渡。最重要的是，狗狗以后有方便的地方了。其实如果你养狗的话，只要坚持早晚各遛一次，它就基本不会在家里大小便的。看一下，我是砌了一个流水墙，搭配一个水池，这样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养几条鱼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但是砌好之后一直没有确定上面到底是贴瓷砖还是贴流水石，因为要考虑到程度嘛，所以说一直搁置到现在。但是我一看现在天气再不贴的话就要冬天了，再不干就只能到明年了，抓紧时间吧。前面买了那个仿石材的瓷砖，我先用它贴了一个小水池，发现瓷砖还是没有石材的那种质感。考虑到承重，最终还是选了一款最薄的流水石，颜色还是选了炭黑色的。上一次贴水槽的时候，大家说我不应该用水泥，这次我买来了专用的瓷砖胶。这种看上去参差不齐、凹凸不平的流水石，给人的感觉更贴近自然。贴着贴着，我感觉有点翻车，感觉跟我预想中的那种感觉有点不一样。但是等全部贴完、清理干净时，效果真的很惊艳。打开流水瀑布，简直太棒了！整个露台花园瞬间灵动起来，水池里面如果再养几条鱼，肯定又有另一番情趣。可惜这么好的景致，只能明年再欣赏啦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阳台，这个门啊是从我们家2楼的卧室出去的，所以说这个露台只能我们家上。这边是邻居家，没住人。如果说你也喜欢露台的话，可以买下来，我们一起做邻居。现在转过来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2个烟道管子。哎，你看那个小白啊，又趴在那看风景呢。哎呀，我得赶快把这一块用围栏加高。这2个柱子呢，就是一直看着很碍眼，大家帮我出出主意，看怎么装饰一下。这个就是上期视频发的流水瀑布，不过现在已经结冰冻上了。想看结成冰的瀑布，给点个赞，下期拍给你们。转过来，哎呀，小白咋还在那趴着呢？小白下来，这边会看到我最满意的一个作品，就是我砌的这个水槽。不过今年比较遗憾的就是做好的地板，包括那个花架都没来得及刷防腐漆。这边我做了一个台阶啊，作为一个区域的划分，打算后面在这下面放一个休闲沙发或者是休闲桌椅。你干啥呢？在这儿干啥？你也不理我，小心点，我告诉你。再往这转就是南面阳台，我前面一直改造的这个花园，不过现在已经冬天了，基本看不成了。站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北面阳台的全景。哎呀，我还是看到2个柱子好碍眼呐。继续往花园这边走，大家脑补它枝繁叶茂的时候吧，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，有它的高光时刻。哎，你别看都快冬天了，其实已经下过一场雪了。这个月季花临凉，还开得挺好的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这个花园它需要打理。前面我一直忙着改造北面露台，就随便它自由生长吧，就成这个样子。不过现在季节也到了，都已经冬天了。什么？小花，过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吃台剧。改造这个露台，我们一家4口最大的收益就是你，天天在这个花园里面逛。哎，你们俩不要走。哎，对了，看一下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是可以上去的，我之前给大家看过一次，好像我们上去一下看一看啊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上面又是一个露台，前面我准备了几个菜池子，准备在上面种菜来着，但是今年一直忙着改造下面，所以没顾上。明年吧，明年准备把上面好好发挥一下。来，我们进来再看一下，这上面的话面积也挺大的，如果全用来种菜的话，还是可以好好发挥一下的。视野的话，从上面还是很辽阔的。再从这儿往下看，能看到北面阳台的全景。现在的话，大家是不是对这个露台已经有一个很
清晰的格局方位概念。其实这个晒台就是一个简单的 L 型，只算下面的面积的话，大概有50个平方左右。如果算上上面的话，大概差不多有7个平方左右。嗨，小白，小坏狗，你们俩干啥呢？想不想上来？上不来吧，真是个大笨狗，2个大笨狗。走，我们现在下去。今年的改造的话就到此结束了。说实话，改造到这一步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主要是我时间上特别不宽裕。明年开春，我打算在这做一个吧台，后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室内的装修和改造。总而言之，特别感谢今年大家的陪伴和鼓励，没有你们，我可能坚持不到现在。后面我会努力更新，也会尝试改变一下风格。下期见了大家！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，我已经实现切花自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外面下雨，什么都干不成，所以说我准备把这地转移到室内。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架子没有？它是原来房主留下来的一个活补架，一直被我用来放各种工具。但是现在和家里面的装修风格已经完全不搭了，我准备把它改造成露台上的一个吧台。来开始。去年冬天的时候呢，我把花园里的花花草草那些不太容易过冬的花做了一个简单的防护。然后呢，现在开春了，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顺利过冬。这个下面盖的是个月季，然后去年又种的月季比较多。那现在打开看一下，好像没有死，但是叶子其实看上去绿的，其实是已经干了的，叶子已经干了。这边这个下面很明显是活着的，杆子还是绿的，但是像这种没有盖的这种彻底不行。来，让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藤本月季，藤本月季感觉效果还不错，要比那个灌木月季感觉有生机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快过来一块看一看，这两边这个黑袋子包的全都是棒棒糖月季。现在让我们拆开一下，看一下里面情况怎么样。包2层袋子，1层毛毡。不一定能抵挡住零下20-30度的低温。来看一下，哎呀，完蛋了，彻底扑街了，枝子都干掉了。在新疆这种动不动零下几十度的地方种个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接下来赶快需要进行的就是清园工作了，把这些枯枝干叶都收拾干净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别看现在花园一片衰败，但其实上面已经有生机在萌发了。用不了1个月的时间，就会恢复到去年的繁花似锦，相信比去年。看这啥？你打了块椰砖，现在准备把它泡一下，用来育苗。这个椰砖是经过脱盐处理的，不过就是有点大，这个是9斤的，能泡60升，但是我这个桶最多能盛30升，所以说要切掉一半最少。我突然发现切这个东西还挺解压的。刚体验完解压，这边小白一过来，我血压又上来了。为什么看站着？刚弄，咱俩这要全毛全粘。哎呀！
哎呀，真是一只傻狗啊，完全看不出来眉眼高低，老是在人干活的时候过来捣乱，一边干活还要一边防着他，太难了。哎呀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他为什么突然发疯了呀？啊，谁干的？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老干坏事，干啥去啊？别走，赶快给这个椰糠泡上水。我现在这个是大概4.5公斤。对了，15公斤的水大概能发30升，也就是这一大桶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用椰糠，特别好奇它真的能否像说的那样，能泡发自身几十倍的体积。但事实证明，效果还可以。但是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任何营养，如果要想作为育苗机制的话，必须还掺有一定的有机质。我这边是兑的原土和养分。现在就开始最后一步了，育苗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有什么种子。这个种子是我从淘宝上买的，每一个品种都很少，也就是5粒10粒的样子，给人感觉好贵重的样子。别看了小白比你还贵呢，把你卖了都不够买这些种子的钱。来看一下说明书，了解一下播种要求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复杂。现在就开始给每个育苗盘上装满配的这个育苗土，其实也可以地播直接，但是那样可能会影响发芽率。这种对于比较贵的种子来说，还是用这种育苗盘，这样会提高发芽率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我都播了哪些品种，有大花葱、飞燕草、鲁冰花、蓝羊毛、珍珠氏、叶锦、多枝向日葵、鼠尾草、婆婆纳、芙蓉葵，还有这个香雪球。不过正在我忙着种种子的时候，这个小猫咪小坏猫在那咬我插的标签儿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服吗？打你啊！你这好了，终于播种完了，大概有10-20个品种吧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待发芽，2收藏，一起守候花开。
今天继续种树，种的是一棵红枫。如果你问我最喜欢什么树，枫树肯定是首选。从小我就对枫树印象特别。记得那个小学时候有篇课文叫《香山红叶》，作者是谁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？小时候还有一种贺卡，就是那种里面是蝴蝶标本做的，但是里面总会有几片枫叶做造型。当时没见过这种树，就觉得满树的红叶相当壮观。后来又读到杜牧的那句诗：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，对枫树就更加情有独钟了。所以我的露台连苹果树都给了一席之地，怎么能少得了一棵红枫呢？就是我选的这棵枫树造型不太好，后面肯定要好好修剪一下，因为枫树要有那种很飘逸灵动的造型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微风吹过枫叶，树影婆娑，光影斑驳，是不是充满了诗情画意？话说回来，这棵树是我半个月前种下的，现在已经长出叶子了。到了春天真好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干活，周一干活，周二干活，周三干活，周四干活，周五干活，周六周日全天干活，开心吗？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给花园做了个围栏，当时这下面种了几棵爬藤月季，为了方便它们攀爬，所以做了一个密度有点高的围栏。当时看整体还可以，现在再回过来偷看，觉得密度有点高，因为经过了冬天的一场大风，现在被吹得七零八散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所在的地区风比较大，还是建议做的比较牢固一点，毕竟安全最重要，尤其楼顶风更大，更要注意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吹成这个样子，干脆重新弄吧。我这一天天的真的给自己找活干。如果喜欢一件事，也不怕折腾和麻烦。这次我降低了栏杆的密度，把风阻降到了最低，这样有风的时候它能减少兜风。横杆减少了以后，围栏看上去不像去年那么美观。但是过段时间等月季发出来以后，爬满这个栏杆就会变得丰满。期待今年它能变成一面美丽的花墙。上周周末给花园做了个围栏，这一块前面就是好多网友担心狗狗会不会从这儿掉下去。这边我已经种了绿植，先放心，很安全了。因为这边做的是一个休闲区，没有气化室，所以准备搭建一个围栏。不干。上一个视频不是更新了我修护那边被风吹倒的围栏，然后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不结实。其实我用的材料全都是店家按照最标准的施工材料给我推荐的。这3根木桩是5×5的，是做围栏最粗的木桩了，再粗就没办法安装了。用的是蒜尾螺丝固定的，然后每个木桩我都缠了几圈铁丝，进行了双重加固，结实和牢固应该不成问题，剩下就是美观性。横着的细木条是北面的围栏降低密度省下来的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些宽的木板，让这样互相搭配着，会看上去不那么单调。这面休闲区是个正方形，上面是去年搭的一个凉亭。我在纠结到底下面是统一用成这种横的木板，还是做成网格状的。思来想去，还是用横着的，这样统一性会比较强一点。别看这两面小小的围栏，我来来回回干了快将近1个星期，还是没有时间每天就抽时间下班时间干。但我觉得保持这种节奏还挺好的，把它当成一种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吧。所以后台很多人留言说，我怎么一直在改造露台？不是去年在改吗？难道是拆了又在改？其实是一直按照原计划进行的，所有的任务都是不同的。剩下就是给围栏刷木油了，刷完木油肯定会收获一个漂亮的休闲区。这就是我的节奏，虽然干得有点慢，但从没放弃，保持一个不浮躁的心，给自己喜欢的事情慢慢坚持，不为拍视频。我选的这个芍药，它就是重瓣的，要比单瓣的要看上去好看一些。
我今年选择种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宿根的。我发现，在新疆种宿根的东西还是相对好，比较打理的，不用管就能过冬，第2年还能发出来更多。这个是什么？大家猜一猜。这个是美人蕉，能不能长出来？先种上再说吧。这儿种一棵绣球，绣球有很多种，但是适合在新疆种植的特别少。这个无尽夏算是其中一个吧，它能不用防护就能过冬。我又开始种这个飞燕草了，去年没有种成功，今年继续。这个叫吊钟柳，它也是毛地黄的一种。就这一点地方，这个鼠尾草腾出来，对，毛地黄吧。这样那个地方不适合它长，因为它比较矮，这个鼠草系列是飞燕草，是毛地黄，这个才是最经典的毛地黄。别看它现在长得像棵草，到时候开出来的花还是很惊艳的，而且很耐旱。这块有点背阴，就种几棵繁根吧。再来一棵玛格丽特，去年的玛格丽特长势特别好，今年又这么紧。虽然月季不打算再养了，它是个药罐子，但是还是忍不住买了2棵比较皮实的，像这个果汁阳台。截至目前，我种的花基本上选的全是比较低维护、好打理的，争取能打造成一个懒人花园吧。光忙着种花了，一回头发现这只猫已经要不成了，在土里使劲蹭呢。这好像发出来几颗香草类的东西，好像是去年撒的是藿香剂的种子。没想到这个小猫咪像闻到了猫薄荷一样，如此沉迷啊！大概今年就种了这么多花，加上之前种的枫树，还有海棠，花花草草类型的就种到这儿吧。接下来我要开始种菜了。最近趁着天气晴好，在小白和小坏狗的陪伴下，我把围栏和地板进行了全面上漆，给你们看一下露台最新的状态。这是之前，这是现在。建议家里有花园或者露台铺了防腐木地板的，最好在每年的暴晒和雨季来临之前，给它们刷上防腐的木蜡油，做一下保养。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水性环保木蜡油，没有什么异味，而且干得很快，使用方法也很简单。先把防腐木的表面的灰尘、杂物清理干净。我是用砂纸进行了简单的打磨，刷的时候大面积的用滚刷滚涂，更加的省时省力。边边角角用小刷子来补一补。刷完第1遍以后，2个小时就可以再刷第2遍了。刷2遍，它的防腐防晒效果更好哦，颜色也会更加均匀和有质感。刷的时候要顺着木板的方向进行，刷完了以后不但像新的一样，最重要的是它防水防霉，也没有什么味道。每年刷一刷，不但延长防腐木的使用年限，还可以收获一个崭新的花园。我用的颜色是粉丝帮我选的黄花梨和棕胡桃，围栏刷的是黄花梨，地板刷的是棕胡桃，深浅搭配，层次分明，刷出来的效果真的很棒。这样子，这个露台上的窗户我忍很久了，这个原房主还装了一个防盗窗，我在想谁能爬到7楼楼顶钻进去，还不如留着哪天忘带钥匙了自己钻呢。而且我掏这么大一个狗洞，你这防盗网也没啥用啊。我网上看了几款装饰性的窗户，发现不是尺寸不合适，就是太贵，所以我决定用铺地板的合作围栏，剩下的边角料自己动手做一个。这个铺地板剩下的龙骨用来当窗户框，感觉还是很合适的。1分为2，锯成2段，简单打磨一下，手感更丝滑，直接固定在2边，第1步就算完成了。然后开始切割窗户上那个木条，只要算好了一个长度，剩下的就简单了，照着来就行。不一会儿就把需要的小木条齐齐整整的锯了出来。接下来开始固定，量好尺寸，找准间距，钉枪上场，当当当，3下5除2，2个窗户扇搞定了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拿上去比划一下，大小刚好。如果只是这样，难免单调。再搭配一个拱顶，就充满了田园风格。这个拱顶要找专业设备加工。算了，继续按照上次做花园门的经验，找2个弧形扶手组合在一起，这不就有了半圆的形状。锯这个木板的时候，我还在担心能不能锯出弧形，发现只要你卯着一股寸劲儿就能锯出来，然后和半圆钉在一起，一个拱顶就有了。接下来就是刷漆，肯定选白色，白色刷出来百搭，还有一种田园风的感觉。本来想搞一个希腊蓝，但是感觉和露台的整个风格不是特别搭，还是白色更好。刷漆真是一件解压的事儿，刷的不过瘾还可以喷，喷起来分分钟搞定。我用的还是水性木蜡油，晾上2个小时就可以安装了。先用一个10几分钟的螺丝把顶子固定在墙上，然后给2扇窗户各上2个荷叶，钉在窗户框上。
故意把窗户面反着进行了安装，因为我打算长期保持一个开的状态，这样刚好把正面朝外。好像还差一个插销，反正也不打算关着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好像还差那么一点感觉，摆个花篮试试，看来比摆一只小丑猫好看。搭配这2天做好的吧台，我又省了几百块。下期给大家更新这个我用了不到100元做好的吧台。我发现这2个排气管子有点太碍眼，我就简单进行了装饰。但是很多人看了上期视频后，关心我是否把这个排气管子堵上了。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？楼下就是我的房子，日子不过了吗？这是留了排气口的，做这个是为了防雨和装饰。还有人问我这个是咋做的，想做个真的鸟屋送给家里的小朋友。其实很简单了，有一些废料就够了。我发现我真是太喜欢做手工了我感觉我上辈子不会是个木匠吧？我听说现在很多孩子上学经常要交手工作业，动不动把家长难得愁眉苦脸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是多有意思的事儿啊！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，还促进了亲子之间的关系。如果说你实在不会做，你把孩子交给我呀，我保证给你还回去的时候，除了不爱学习，啥都爱干。差不多天黑前，2个小鸟屋搞定了。第2天我打算刷上漆保护一下。主体颜色呢，刷的是个白色，就这个屋顶颜色有点翻车，本来想刷个浅浅的草绿色，没想到颜色出来这么重。这2个排气管子是个金属的，颜色也不一样。还是刷个防锈漆统一一下颜色吧，也算是一种保护。完了之后再围上我从建材市场买的这种做鸡笼子一样的网格，具体好像叫筛网。有种爬藤植物的朋友可以买来各种 DIY 造型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。我是打算一边种上一颗铁线莲，后面长势不好我又补种了一颗风车茉莉。这是最后的效果，虽然没有很理想，但是比之前好多了，起码在整个露台中不那么突兀了。再装上2个小太阳能灯，晚上效果还不错呢。不过我有个疑问经常看到有人做个鸟屋放在户外，真的会有小鸟进去住吗？那我这个呢，会不会也引来小鸟落脚？好期待哟！期待露台灯光终于到了，来看一下这个塔，这个是冰砖灯，小冰砖灯，买了几个，还有这种画着的小球球灯，买了2个，像个暗红就会亮了，看亮了一个是吧？然后还有啥？我看还有这种小射灯，还有什么？再看天就黑了，赶快装上之后，大家跟我一块看效果。来，这个是个射灯，放到这儿，4个摆到这个背景墙这儿，我觉得应该挺好看的。这儿摆一个，这儿摆一个，各家装一个小射灯，然后这儿这儿还有一个，再装一个，这个地方挂一个小灯，把这个挂到这儿。好了，还有这个太阳能小灯块，一定不能忘了，这是露台上最有氛围的小灯了。这儿还有10个地插灯，插到花园里面的最重要的地方。这儿插一个，好了，现在插好了。看这次买了什么？这个池子不是前面做好了吗？一直没有空着，我想买一个雨衣放进去，没打开啊，开放打开。上期给狗洗澡那期视频，很多人问我鱼去哪儿了，其实是先给狗洗了澡后买的鱼。今天就把这个买鱼的视频给大家发出来。哇，好多鱼，大的小的。小白刚才一直在看，来看看好多鱼，你看现在倒进去了。看一下这2个藕是我才买的，买的那个藕我感觉发芽了，我就放进去。等后面长出来叶子了，再把它放到泥里。这个睡莲卖家说不用泥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再扔一把水草放进去。不过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呀。1比1，
开不开心？小坏狗，你这是把它吃了吗？你竟然吃死鱼！谁能告诉我刚发生什么了？小坏狗是怎么吃了一条小鱼干呢？什么小鱼干？哪里有小鱼干？小丑猫，快来跟我一起守株待鱼！兄弟们，告诉你们啊，露台收拾的再好，在父母眼里啊，你都不如种菜；花养的再好，你不如种菜；鱼养的再好，你还是不如种菜。看来归根到底，种菜才是正经事儿。只有种上菜，我的露台才能接上地气。好吧，那就开始吧。都说种菜是咱们国人的天赋，我也检验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天赋。这年头啊，你要想过上田园生活，不一定非要回农村，只要你有心，在城市找个犄角旮旯，你照样能体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飞呀的。这个算是楼顶的楼顶，因为它目前也不漏，我也就没有在做防水。本来想砌个菜池，但是害怕破坏这个防水，我就买了这种可以直接组装的菜箱，据说是抗冻抗晒的材料，咱也没用过，先试试吧。如果真的耐用，那还是挺方便的。当时做花园的时候，我特意留了一部分土，就是为今天种菜做准备。就是倒腾上来费了老鼻子劲，最后还是差很多土。考虑到承重，再加上没有电梯往上运土，简直不能想象。干脆又买了一些椰糠掺了进去，这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1亩2分地了吗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育苗那期视频？花没长出来多少，菜苗子倒出的不错，不过肯定是不够的。这个是葫芦娃那个葫芦，就从市场买了一些西红柿苗、辣椒苗、茄子苗等，平整一下这边浅一些的菜箱，准备用来种一些绿叶菜。不过我打算先种上一波草莓，这草莓好多都结了已经，结的还挺好的。哎呀，这个草莓啊，我从去年开始就已经种了，奈何全被狗造没了。这上面狗肯定上不来，继续开展我的草莓计划。无论如何，我要实现草莓自由。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个水引上来，就能解决了80%的劳动量。为了改造这个露台，我是生生学会了水电安装泥瓦工啊，所以以后请叫我基建小社。不过就算把水引上来，我也不可能人工浇水的。这个自动浇水器真是懒人的福音啊！迎着夕阳的感觉，你别说还挺美的。我现在真的特别期待小白、小坏狗、小丑猫他们也上来看一看上面的场景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菜种好了，我准备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厨艺。看，这是半个月以前的状态，这个是现在的状态，已经长得满满的了。西红柿、辣子、茄子、黄瓜都已经结了，看来这个夏天的蔬菜自由指日可待。好大一只黄瓜呀！以前没有搭架子就成这样子，今天的黄瓜都在架子上长，黄瓜竟然在地上。前面露台改造的视频发出来后，很多人担心这个沙发下雨了怎么办？今天想郑重的告诉大家，这个沙发它是防雨的，是那种户外藤编的材质，防水又防晒的，垫子也是防水的。你要是有洁癖呢，也可以不用的时候把它放进下面这个带储物的茶几里面。比起这些问题，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担心我咋样把它搬到楼顶的。毕竟它太宽太大了，买之前我量了尺寸的，结果费了一把劲扛上楼后，发现客厅的楼梯根本就上不去。我曾经试图把楼梯的护栏拆掉，没想到太结实了，根本就拆不掉，又费劲搬了下去。这一天天的净做无用功了，最终还是找来朋友帮我用绳子往上吊，还好不太重。可把我难死了。有人说为啥不搞一套户外桌椅？我想说，那桌子坐在那有躺在沙发上舒服吗？尤其夏天的晚上，你往这一躺，吹着小风，听着小曲儿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真香！我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，将一个荒废的屋顶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，而且还收获了一只可爱的狗狗。今天把整个改造过程分享给大家，告诉你改造成这个样子我花了多少钱。1年前，为了狗子能有一个户外活动空间，我买了一套带露台的房子。原房主是一对退休老夫妻，只爱种菜，所以露台留下了很多土。因为这套房子不带电梯，能把这么多土运到楼顶绝非易事。据房主说，人工费远远超过了买土的钱。但我第一次看房时，最先吸引我的不是户型，而是这一大片土，像是捡到了宝贝。当时我就想要充分利用这些土，把这里改造成一个露台花园。但是买房子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改造露台我决定亲自动手。因为工作很忙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挑灯夜战。也是从去年开始，我几乎奉献了我所有的周末，一点点积少成多，露台也慢慢有了样子。这个露台是个 L 型，我们首先从最里面的花园开始。
这个花园算是整个露台最花心思的地方了，做了3层防水，还垫了1层阻根膜，又铺了1层排水板。完了之后就是填土，我是做的一个坡度，厚一点的地方土层有40公分左右，可以种一些灌木；浅一点的土层种一些树根，最薄一点的地方种了2块草坪。还有一点就是新疆这边气候环境特别，冬天零下几十度很正常，大部分花花草草都不能越冬。而我的原则是一定要低维护、易打理，所以最后种的基本上全是树根植物。去年我晒花的时候，很多人嘲笑我种的全是草花，所以1年就BBQ了。事实证明，今年长得满满当当，而且我种的几乎全是低维护、易打理的花草，没水就行了。再往这边是休闲区，我故意做的把地板抬高了1个台阶，这样更有层次和区分。下面还可以走一圈灯带，晚上效果更漂亮。架子搭好之后，又做了1圈围栏，起到隐私的同时又充满了安全感。然后再放上一套户外藤编沙发，摆上2盆绿植，这边挂上太阳能灯串，是不是氛围感立马有了？没事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吃烤肉、涮火锅，再也不用去外面了。这边我用家具块砌了1圈花池，外面刷了1层白色的防水乳胶漆，再种上1圈绿篱，争取营造一幅简洁清新的视觉感。不过这2个排水管道实在太碍眼，又不能把它废除，最终我采取刷个漆把颜色统一一下，然后再围上1圈网格，做2个鸟屋装饰一下，再在下面种上爬藤植物，才算让它们2个改头换面。俗话说无水不成景，有水露台花园才能充满灵动，所以我在这儿砌了1道流水瀑布，池子里种上了几棵莲花，再养上几条锦鲤，太适合闲了无事发呆了。这边比较空旷，刚好整个露台插一个操作台，我就用铺剩下的地板做了一个吧台，又做了一个小木窗，对原来的窗户进行一个装饰，最后刷上漆，整体效果还算不错。这边就是进出露台的门，我进行了刷漆翻新，然后我又给它安装了一个小门，这样猫狗可以随时进出，享受散养的自由。再转过来就是这个隔墙，整个改造完显得与其他地方格格不入。本来想刷上白色的乳胶漆，但是做围栏剩下了一些木条，干脆钉在这里吧。然后刷上1层木蜡油，本来想调个灰色，结果下手有点猛，干了之后变成了炭黑色。不过朋友都说比灰色更高级。下面铺上石子，摆上几盆绿植，也算是一道风景吧。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以为整个露台的改造基本结束了？那你可能低估了我的发掘能力。走，带你们上去看看。是的，我在这个楼顶搞了一块菜地，算是充分利用了这个露台上的每一处空间。毕竟房子这么贵，可不能浪费任何一点地方。今年是我第1次种菜，发现长势最好的还是西红柿。看看几天不见，已经结小西红柿了。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这个露台的最高点，让我们对整个露台做一个全景俯视。截至目前，整个露台的改造，我总共花费了5800多。如果后面大家想了解更多改造细节，点个关注，我会单独把某个区域拿出来分享。希望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向往的生活。